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木匠师傅，已经来这边做工整整有1个月的时间了。其中有个师傅家里有事，来做了几天，然后就休息了。只有一个师傅在这边做工。那在这整整的1个月时间里面，木匠师傅又做了哪些工作呢？现在大家随着石头的镜头，我就带你们来看一下。两边的厢房基本上已经粉刷好了，并且出檐的位置已经贴好了滴水线。今天只有2个师傅做工，一个木工，一个泥工。剩下的师傅家里面有事情，都去忙了。那我们这栋房子整整是花了4个多月的时间了。目前整体的情况就是这样子，主体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了，剩下的时间都是用来装修。刚刚视频的开头部分已经给大家说过，木匠师傅到今天为止是整整做工1个月的时间。那在这1个月的时间，我们整栋木房子变化有多大呢？我们就从这边走过去，边走边和大家来聊一聊。现在泥工师傅是在两边的厢房顶上粉刷那些馒头砖，所以和的水泥砂浆没有多少。现在木匠师傅开始打枪子，枪子的意思就是把这个木板墙打上撑方和横方，然后开始安装木板。这1个月的时间，实际上木匠师傅还是做了很多事情，把我们的这些春木板全部清理好了，包括我们之前买的一些方子全部清理好，也开好了公母榫，还有一些杉木板也都全部清理好了。现在木板只剩2楼的那些了，1楼的木板基本上全部清理好了。那我们从这边走上去给大家看一下安装好的木地板，它的整体效果究竟怎么样。这边还没来得及去拉一些纸壳把它盖起来，所以上面是掉了一些水泥砂浆，显得比较脏。当然这些木板后期还要经过打磨，然后再上漆，后续的工作还有很多。在这边也想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木匠做工的一个话题。像我们这栋5住期的房子，如果全包工的话，给木匠师傅来做，大概的价格是4万8左右。我们这栋房子呢是按时间来计算，就是做1天有1天，1天的工钱是200。我们并不是包出去的，做了1个月的时间了，1楼的木地板全部装好。大家觉得这个施工进度怎么样呢？如果是全部按包工来算合算一些，还是按点工来算更合算一些呢？也欢迎大家评论留言。其实整栋木房子占地面积有100多平，大概也就140来个平方左右，但是所要做的工作还是很多的，因为整栋木房子最少都是有3层地板，底下1层，2楼1层，在顶上还有1层板子，应该来说是天花板吧。3层板子，还有所有的这些
立柱和立柱之间的木板墙也都需要用人工一块一块的去全部安装，工作量还是挺大的。这些房子有些已经清理好了，有些是刚刚买过来的。前些天我们又花了几千块钱去城里面买了房子。前期把这些基础的工作做好了之后，后期做工进度就要更快一些。大家知道现在木匠师傅用的工具叫做什么名字吗？在我们这边叫做推刨，意思也就是这样的手推刨，把木房子可以刨平，也就是推平吧。这是传统的木匠才有这样的工具。今天安装的是撑方，撑方是随着立柱走的，所以有些地方要适当的去调整，这样子就用到了手推刨。像现在的这块房子就开好了公母笋的槽，然后就可以开始安装了。那为什么之前清好的房子，这时候木匠师傅还要用斧头去砍掉呢？因为这些立柱它不是非常平整，会有一点点凹凸不平，所以这些房子呢要这样子稍加的清理一下，随着立柱的弯曲程度去安装，这样子才会做出来的效果才会严丝合缝。所以有些地方需要用到斧头还有手推刨这样子去清理。待会儿安装的时候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体的效果。实际上木匠师傅已经画好了线，刚刚是安装在立柱那边，画好了一个大概的线条，然后就把多余的地方现在要全部砍掉。这个样子做出来的撑方和立柱之间基本上就没有缝隙了。我觉得作为木匠就应该具备这样的手艺，不管是一些现代化的机器，或者是一些传统的工具，都要用得得心应手。像我们这位木匠师傅，基本上都可以全能的去做。现在是传统的做法，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和之前我说的一个话题有点关联了。如果这栋房子是包工来做的话，那所有用到的都是现代化的工具，可能会有5-6个师傅同时做工，一些小细节的问题就不会这样子去处理了。装出来之后，整栋房子它会有一些缝隙，而且随着时间久，大概1年2年之后，这些板子呢慢慢的退，缝隙会越来越大。它整体的效果开始装好可能看不出，但是经过几年之后区别是很大的。所以装修这栋木房子，我的要求就是慢工出细活，慢慢的去做，只要把这些工作做好了，多花点时间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大家认识这是木匠师傅的什么工具吗？一个锤子，那边是磨斗，
这些木头都用了很多年了。这个是木匠师傅的笔，咱们用来画墨线的。这样传统的木匠已经是越来越少了，现在很多都是机械化的去做，虽然表面看起来是很漂亮，但实际里面大部分都是钉子比较多，像这样子全榫卯结构的是很少了。刚才给大家说了，我们那块方子要用斧头砍掉一部分，实际上也是因为这根立柱并不是特别的平整。因为建房子的时候，所有的立柱它会随着木头的大小而去适当的修整，所以在装修的时候，这些撑方啊一定要做的仔细一些，工作量是真的很大，但是也只有这样的老木匠才会精益求精，慢慢的去做，把这些工作仔细的做好。大家也可以仔细看一下我们这些地板，很平整，基本上没有缝隙，就算两块木板相交接的位置，也只有一条线。每一根立柱都是圆的，这些木板和它相交接的位置做的是严丝合缝，基本上不留缝隙的。我们走到这个位置来看一下木匠师傅的工具，光这样的手推刨都很多。这样传统的东西啊，是越来越少了。已经用斧头砍好了，现在用手推刨刨平一下，然后就可以开始安装了。像这个手推刨，大家看一下它的用途是干嘛的呢？感觉好像是开工木榫的。旁边这个也是一样的。这个应该是刨平的。每一种工具它的用途都是不一样的，像这个又是做一个简单的造型，这工具啊真的很多。现在就可以开始安装了。这一块长的叫做撑方，短的叫做横方。之前在底下开好的槽，这个时候刚刚是可以安装撑方的位置。换个角度再来给大家看一下，
块撑方安装好了之后，立柱是严丝合缝，没有一点缝隙。像这样子就是榫卯结构，全部都是拉好了槽。这边的撑方也是开好了钢榫，直接安装进去的。像这边就是之前做好的，这里也是一个门框。当然，装修幕墙板也是相同的一个方法去做的。现在做的应该是一个榫头，看起来是有很多讲究啊，很多道工序。每一块方子，不管是横方和撑方，都需要做榫头，这样子后期装修的幕墙板才会更密实牢固。这些撑方如果不用斧头来砍的话，和立柱之间就是有这么大的一个缝隙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所以这块撑方先安装好，大概这个样子。然后呢，木匠师傅用专门的画笔把线给画出来，把多余的位置用斧头砍掉，再正式的安装，就没有这样的缝隙了。之前在河边的时候给大家说过了，这根笔呢叫做夹铅，大家还记得吧？这一根夹铅的笔啊，中间是有一个小木块给撑开的，一边是沿着立柱的位置走，一边是直接画在了这块撑方之上。这两条墨线看起来是隐隐约约的，不太那么清楚。这个时候啊，又要把撑方给拿下来，然后去那边用斧头砍掉，就可以再次的安装了。可能有很多朋友会说，我们的施工进度有点慢。但是建一栋房子真的不容易，哪个不想做得更好些呢？大家说是吧？好了，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石头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